大家好，我是兜兜，这是我的家人。嗨，大宝、小宝，我的爱人。非常开心，请到 C 姐呢帮我们设计我们的房间。刚刚这边看到的我们入户的位置，我希望看起来更加开阔一些。这边呢是我的书柜哈，比较的凌乱，希望呢给我的这一架的书呢找一个家哈。我都希望有更多的收纳空间。就是这里了吧？我们到了11楼，你好哎。这一边有什么需要改进呢？我希望我这个玄关看起来更开阔一点，因为每次从这里推门进来就看到这一堆东西嘛，然后就感觉不够开阔。很多人过来脱鞋子，那一人一双的话，就会把这一堆满。是，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更多一个那个鞋柜的空间哈，这柜子就是也是跟我好多个年头了，所以我想保留1到2个吧。这个地方呢，不要是到一眼就看得到的，但是希望小孩子很自由的可以取到。这个区域我就想着比较宽吧，比如说很多朋友来聚会的时候，就想着把这个沙发撤掉，但这个沙发又太没办法撤。我塞到哪里去？然后我就想，可以一个比较自由变换的空间，又可以聚会。我们来看一下阳台，很多时候它还是可以用上的，喝茶呀，然后就是做手工啊，可以挪到这边也是比较好的。好有生活情趣哦，这个是不错。这一次的改造，我们在格局上做了很大的变动，原本的餐桌、沙发、电视柜通通挪走，重新划分出玄关、用餐区、休闲区和儿童阅读区。我们这一次用到的呢是卡扣式的实木地板，它非常的方便。侧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做了一个卡扣的一个形状，然后2个可以一卡就可以了。这一个地板还有什么好处呢？它是一个多层复合式实木地板，然后它也做得非常好。看一下，它泡水是完全不会鼓起来的，然后它也是一个环保材质。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不需要撬开我们的瓷砖地板，直接往上铺就行了。墙基的话呢，我准备要刷入户右边这里大面积的墙的位置，因为它面积比较大，所以呢，其实半墙就 OK 了，去到1.9米的高度。用的是这一个浅暖灰色的颜色，营造一个温馨的氛围，它也非常的百搭。墙漆的话呢，我们会出一个单独的教程，所以今天呢就不说太多了。改定啦！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兜兜跟我说，他特别希望他的餐桌能变成一个卡座的设计，这样我会觉得在用餐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浪漫。那我就根据他这边的一个空间呢，规划了一个 L 型的卡座，一面靠着他厨房的墙，另一面呢顺势延伸出去。但是大家知道，一般卡座的背面呢都要是靠墙的，那么我们有一面的背面该怎么办呢？我就想到了兜兜另外的一个改造需求，就是扩容鞋柜。我在这个卡座的背面呢，增加了一组鞋柜，把它们锁起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整体空间感特别强的整体的设计。卡座收纳柜的把手方面呢，我将原本普通的把手换成了一个树枝造型的把手，增加了空间的一些小趣味性，清新自然。卡座安装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定制有厚度的软包放到上面，坐起来就会非常的舒服了。也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的抱枕，增添整个空间的风格。那我们这次定做的这个卡座下方其实都是收纳的空间，我也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去方便我们的存储。比如说靠在外边的地方呢，我使用的是抽屉加把手的方式，可以存放一些经常需要拿取的物品。而比较靠内的位置呢，因为其实拿东西并没有那么的方便，所以我采用的是向上翻的方式。那更多关于如何使用这个卡座以及如何去设计卡座呢，我会在下一集的种草视频跟大家着重的分享。这次我挑选的挂钩呢，也花了很多的小心思，比如说这一组呢，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一家4口，有爸爸妈妈，还有他们心目中2颗最闪亮的星，大宝和小宝。那么平时回来的衣服还有包包呢，都可以挂在这一边。
豆家原本的收纳柜并不算少，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多，一整排的收纳柜呢，严重的削弱空间的采光，而且因为没有好好的规划，其实并没有起到有效收纳的作用。那跟豆豆商量了之后呢，我们做了取舍，只留下了2个放在电视的旁边。那一边呢就是来放妈妈旅游回来带回来的纪念品，另外一边呢就是爸爸比赛时拿到的奖杯和奖牌。电视的下方呢，因为空间非常的狭小，所以呢我们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成品柜，又重新启动了定制大法，增加了一个定制的电视柜。我在做这个定制电视柜的时候呢，也考虑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平时经常有这种电视的线还有插座不知道该如何放置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这次呢也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就是上翻盖。上翻盖可以把我们的插排还有我们其他的线、机顶盒都放进去，在上面呢做了一个开口，可以把电视的线插进去，这样呢所有的物品都可以存储在这个抽屉里面，非常的整齐干净。同时为了增加整个空间的一个收纳，我们在上面加了2排这样的一个搁板，搁板上面可以放照片啊、钟表啊，还有其他小摆件，可以为空间增添一些风味。那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窗帘的小窍门。常规呢，我们都要安装2个窗帘，一个纱帘，一个挡光的窗帘。那这就需要2条窗帘的轨道，一般是差不多要12公分的距离。这次呢，我为了节省这个距离呢，所以仍然沿用了它原本的1条轨道。至于是怎么做到的，将会在接下来的种草视频教给大家哦。好玩从来就是孩子的天性，那对父母来说呢，在这个阶段，其实陪伴玩耍也是一个增进亲子关系的好时机。所以在客厅规划出一个可以让孩子玩耍和阅读的空间，真的很重要。那一个玩耍区的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有3个。第一就是舒适和安全性，第2呢就是要有能吸引孩子的趣味性，第3就是要有足够的收纳空间。那我这次呢刚好借用我们这次改造的 case 来跟大家一一分解一下。改造前的客厅格局是比较传统的配置，大沙发加茶几加电视。豆豆坦言家里对客厅大沙发的需求其实不大，每当朋友来的时候都没有空间互动。豆豆的先生还尝试过挪动沙发的位置，可惜又挡住阳台的入口，很头痛。所以我们帮他大换血了一下，替换成了可以更加灵活布置的懒人沙发。没忘了小朋友也有自己专属的萌趣小沙发。懒人沙发坐感柔软舒适，也没有坚硬的边边角角，大大降低了小朋友磕碰受伤的可能性。铺上颜色大胆、图案鲜明的地毯，增进空间的活跃氛围。在小朋友爬高踩低的时候，也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小朋友在地上坐着玩也不易着凉。舒适和安全性打点完毕，童趣当然少不了了。那我规划了一整面超大的黑板墙给到小朋友，让他们天马行空的创意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开展。那我之前呢也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黑板墙的干货分享，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关键字黑板墙来获取哦。收纳小朋友的玩具还有绘本是很多家长的困扰。一个好的家居设计呢，可以让家长在日常培养小朋友们收纳整理的能力，增强他们的独立性。所以呢，这次我在黑板墙的附近呢，增加了2个独立的收纳区，一个是可以存放乐高玩具和写字画画的小桌子，我们在下方呢加了几个轮子，平时呢它就在墙角作为储藏的一个功能，那么需要的时候呢就把它推到互动区，非常的灵活。另外一个区呢就是图书展示架，里面会放上小朋友的绘本。那对于爱书惜书的大宝来说，每次整理图书的时候，可以让他享受到当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的成就感和责任感。兜兜家呢是有2个生活阳台的，因为不想让客人一进门就看到晾晒的衣物，所以晒衣服这个功能呢就在另外的一个生活阳台来实现了。和客厅相接连的这个半封闭式阳台，面积大概有3.6平，按照5万1平的房价来计算呢，价值大概是18万元。当然不能让它成为鸡肋的存在啦，所以我决定要好好把它改造一番。
兜兜很喜欢做手工，于是我们将阳台改成了充满小情调的手工区，坐垫放在阳台长椅上，增添了几分自然的假日氛围。这样一个元气满满、自由自在的空间，给兜兜带来的不仅是生活上的享受，也是精神上的充足，更是亲情有爱的发酵。Romance could be so simple. Don't you wish that it would be so easy just to say hello to a pretty girl? But instead I just stumble over my words. Oh, when you're looking for love again, when you're looking for love again.When you're looking for love again, oh, how can I let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把家打造成每个成员都能共处的模样，即使不刻意对话，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兜兜跟我说，陪孩子们玩耍是她和老公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希望当大宝和二宝长大后提起家的时候，那是一个代表了甜蜜和幸福的存在。